小宝宝，欢迎你来到咕噜果的咕噜果的咕噜果的公益 ASMR。以防有的小宝宝不了解，在这里再次的说明，我们的公益系列所有的创作收益都会捐赠出去，谢谢你的3连支持。那么，小宝宝，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科普环节。小宝宝，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自然界，除了人类女性，还有什么其他生物会有月经周期吗？猜猜看。可能你会猜测小狗狗，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小猫、小狗、小动物，它们都没有月经周期。这个自然界真正意义上拥有月经周期的生物，其实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享给大家我查到的小资料，配合着出发音给大家听，有些没记住的我就念稿子，防止说错了。猫、狗或牛羊所经历的是冬青周期，也叫发情期。冬青周期，冬青周期。当冬青周期结束，没有怀孕时，动物的身体会直接将增厚的子宫内膜吸收或分解掉。子宫内膜吸收或分解掉，而不会像人类那样将其脱落并排出体外，并产生流血。我们都知道，人类的月经就是子宫内膜脱落，所以冬经周期和月经周期的核心区别就是，人类是子宫内膜脱落，而冬经周期是子宫内膜吸收分解，脱落排出，吸收分解，脱落排出，这是这2个周期的最大区别。然后也有人说，有些小狗会流血，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发经期的现象，会在阴道带有血液的分泌物流出，看起来像月经流血，但是实际产生的机制完全不同，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月经。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小狗狗你会看到它佩戴了类似于就是卫生巾一样的东西，但它其实不是月经，而是发经期的分泌物。那么接下来我就会介绍到自然界中真正意义上拥有月经周期的生物很少，但是不仅仅只有人类。换一个物品出发，不然你们听着会觉得很重复。说几个，是不是像下雨一样？目前呢，科学界确认有灵长类部分灵长类，比如黑猩猩、灵长类黑猩猩。2、蝙蝠，部分蝙蝠。蝙蝠是拥有月经周期的最小哺乳
次看到这个动物的名字，查出来说是一种与它乡有亲缘关系的小动物，象渠，以及4非洲刺毛鼠。这4类存在与人类类似的月经现象。我们 review 一下，第一个是灵长类，黑猩猩之类的。第二个是蝙蝠，第三个是象渠，大象的亲缘关系的小动物。第4个是非洲刺毛鼠，1、2、3、4，这4个大家记住了吗？换了一个物品出发。我其实原本准备的是这个，但是我发现它可能更适合做视觉出发，单纯的敲击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听。因为今天要一直说话嘛，所以就换成这个吧。我们刚刚说到了非洲刺毛鼠。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过去我们都认为鼠类都没有月经，但是在2016年，纳迪亚贝洛菲奥雷这位女研究员，在她攻读博士期间，首次发现并证实了非洲刺毛鼠是拥有月经周期的啮齿类动物，它的周期约为9天一次。贝洛菲奥雷，纳迪亚贝洛菲奥雷，这项发现是非常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常见的动物模型是小白鼠、青蛙这些，但是它们都没有月经周期。所以在我们研究女性月经这个领域中，一直没有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正是导致女性月经研究长期滞后且发展很缓慢的核心原因之一。所以呢，他的团队发现了非洲刺毛鼠，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突破。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查到的最近的好消息。虽然困难重重，但近几年关于女性健康的研究进展发展得很快，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了月经的特殊和重要。我们有了新的模型出现，就是刚刚提到的非洲刺毛鼠，它正在成为研究痛经和经期偏头痛的新热门工具。痛经和经期偏头痛，除此以外还有类器官技术。换一个东西敲击一下吧。科学家开始在培养皿中用人类干细胞培育子宫内膜类器官，也就是
是不是有那种视觉效果？总之呢，作为女性，我也深受痛经的困扰，有时候痛的真的很难受，很难受。这么多年，我也看到过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因为严重的痛经导致昏倒，也有的错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比较重要的考试啊、比赛之类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未来在这个领域的更深入的研究和发展，也很开心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月经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平台有很多很多的博主在做非常有意义的关于经期啊、女性健康之类的科普，非常总之呢，非常非常谢谢每一个进步的推动者，期待越来越好的未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收集到的捐赠途径、捐款途径。感觉挺好听的，因为这一次我们有了它也是卫生巾品牌的加入，所以在最开始就有了200份卫生巾作为物资捐赠给边缘地区有需要的女孩。除此之外呢，这一期的视频照样是把创作收益全部都作为商款捐赠出去。除了这种实际的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科研方向，我也查到了一些慈善基金。我来念一下，这个有点多。
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